我们就是要穿内裤、穿球鞋，会蛮多想象。但是同时那时候就会有一些服装设计师，他们在帮我们调的时候，多少会被吃豆腐。当时那时候就会有点不舒服，说出我爱你或是表白，会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我比较喜欢就是慢慢的靠近，甚至你哪天不爱我，或是你甚至你是自然而然的不见吗？我昨天还特地去拿了这本写真出来啊！你看自己的写真作品也会害羞吗？当然会啊！天哪，你该不会没有翻过这一本吧？快速的翻完。好，我们开始喽。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帝。今天的来宾呢，我最早认识他是透过这本写真，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大男孩。但是呢，最近跟他有了戏剧上的接触，好像发觉他比我想象的来的风味醇厚一点。欢迎今天来宾珍珍。嗨，大家好。好了，就除了这个写真以外呢，其实蛮多人认识你是从像学瑞的那个《我是谁》的 MV， 还有梁静茹跟艾怡良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那刚好都是饰演同志的角色。那其实蛮多人在演同志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的设定。那你自己，比如说像我们这次以岁岁，你的爱岁岁，我的爱举例好了，演一个劈腿的花心男的同志，你是怎么去做表演上的设定？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关乎爱情嘛，爱情这种事情，就我只是把他那个我对一个人的爱，对一个人的占有欲去做一个强化，有点像是把这个行动做出来。其实你行动做出来了，观众自己会带一些自己的脑补画面去想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再加上你们剧情本来就会发展得很好，所以我一看就是在那个角色里面。哦，对，如果我做不够好的话，应该就没办法让你们就是呈现出一个对比。其实我对你的表演印象蛮深刻的，尤其是在房间的那一场戏，因为一开始你是就有点像蛇一样，然后就是这侵略到他的身体上面，然后跟他讲了一些台词。我还蛮喜欢你那个表演的设定。我不知道我自己那时候就是一个身体的直觉，觉得因为你们给我那样的环境空间，然后我就想说，对，我就想说会不会是我想的选择，因为我反正表演之中就是有不同的选择，你可以先去选定一两个你觉得要执行的，所以我就只是先把我觉得看我熟悉的先执行出来。他是前任吗？他是前任吗？所以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相信，那就不要在一起，好不好？因为像很多人演同志就会故意演的可能比较女性化一点点，或是有一些刻板的设定。那你自己会去怎样避免？我会尽量做自己的方式，因为刻板印象这种事情，我觉得也很难做啦。而且做的话，有时候也会太多，所以我会尽量避免，就是印象中同志的样子是什么，而是做一个，其实就是角色而已，对不对？对，角色当下到底在想什么，或是他现在想要干嘛，他的目标是谁，我就是照着剧本上面的范围内去不跳脱的做出来这样。那你生命中有那么坏的经验过吗？就是当一个劈腿的人。其实我觉得劈腿这件事情可以分大小，因为像我觉得，即便有什么是小劈腿？对，即便对，如果真的要说就是吹毛求疵去看我自己，如果真的要挑出一个劈腿行为，你说滑别人的 IG 按 like， 对，类似就是可能就是就是别的女生或别的人看起来比较漂亮，我就多停留一点，对，多瞄几眼，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这一点很过意不去，都会觉得这样你会过意不去，就是在对爱情还有一种想象空间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初恋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子就有点会 punish 自己这一面的方式。那你觉得当模特跟当演员这个两个角色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我觉得模特真的就是很吃外在，很吃你的硬体，对，就是你的外表天生如何，你就身材，对身材，或是你保持的多好，或者是你的打扮，或者你的 sense， 或是或是你的艺术气息，就是你带给人家，你站出来的时候，对。因为我在泰国走秀的时候，就突然走一走，就觉得，突然好无聊哦，就是站在那边定点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是有点不专业，但是我自己在那时候会觉得，突然太 routine 了，是不是？应该是说，我其实那时候是一场走秀，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要穿内裤，然后穿球鞋这样，然后就是穿内裤跟穿球鞋，就是我们穿内裤，但是是搭配球鞋，就是会蛮多想象，但是同时那时候就会有一些那个服装设计师他们在帮我们调的时候，
多少会被吃豆腐，然后其实那时候就会有点不舒服，然后再加上走秀之后，就会觉得那个眼光还有就是定点的时候会突然我为什么要做这一行？就是突然有点飘走了，然后后来就觉得蛮无聊的，因为我觉得再加上那时候我也还不够成熟。你那时候几岁？我已经很老了，但是27岁的模特在那时候已经是很老了啊，真的、哦。对，然后直到接触到表演之后，才发现表演里面的就是很多东西是需要探索跟技术上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玩的。它的发展性有很多，不是只靠你的外表或是你的外在呈现，它反而是你的直觉性，所以它完全跟我的身体的反应是完全相反的，它是蛮走直觉的。当模特的时候，广告的时候，他们都是可能你这边走到哪里定位，然后这边要吃，要觉得很开心，就是一啪，就是完全设定好的，对不对？对，有点设定好了，会有点反我们生活上的那种作息。那但是表演上是就是很照着你的生活走，但是难就是在你怎么自然的让这个你生活的东西流出来。那你自己也有在做舞台剧的演出，你觉得舞台剧的演出跟镜头前面的表演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舞台剧的玩法太多了，因为舞台不像镜头会跟嘛，所以有时候大家要看到你有些动作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这样跟这个人对话，一定是有下半身的动作。这也是有点可惜，在镜头没办法呈现更多的一些字，因为它需要特写你的脸，对，你就 fix 住，只能在这个框框里面表现。对，所以舞台可以更能发掘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更需要跟着你的头、你的言语去出去它的那个行动、那个传达出去的东西。那时候在学表演的时候，常常会被人家说我有点上下分离，就是我下半身就是你下半身都是被锁在地板上这样子，然后上半身、很灵活，对，就是有点卡在就是骨盆这。那我自己也是人家这样跟我反馈之后，才去看一下我的身体，真的就是在师傅整骨敲骨上面发现我骨盆那边我的第几节就是真的有歪掉。就是这是很影响你的，真的假的？是在医学上就有发现这样子。对啊，我觉得健康跟表演也是会有相关的啦。像你的气息啊、你的吐纳，有些人声音发不出来，那跟你可能卡在喉咙或是你的这边太紧绷有关。所以老师一开始也建议我们不要去上一些太把这边锁死的一些核心训练。那我看到你被贴文里面，我还特别把它截录下来。太害羞了，你都看到那边去。表演过程中都在想，等等哪里一定要哭出来，哪里不能出错，不能紧张，这场一定要演好。但为什么不是跟自己说，就去感受这个过程？听到这样的话，心中竟然有个委屈的声音冒了出来。我想跟你聊聊这个心底的声音。那时候感受是什么？那时候就会觉得，跟生活中的我一样啊，就是我一直在要求自己要哪里做好，然后要给别人什么样的真，我要呈现出一个很乖、很正向，或者是连甚至没有人在看我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我是不是也在很在乎人家的眼光？你会这样想？多多少少啦，对吧？我觉得每个人多多少少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老师也会说，我们其实社会化的一面，其实这个包袱蛮重的。如果回到我们的幼稚园，或者甚至我们刚出生小时候那个状态，如果你能在那个状态去感受这个人生，你会觉得很美好的。其实我回到那个初衷，对，没有那么多限制，但是我们越活越大，反而那个路越走越窄，我才会一直在探索为什么老人家就是会比较固执，会越走越窄那一种类型的老人家。我就想，因为他们的身体肩膀可能就是50肩举不起来，那他的姿势可能就是这样，他没办法这样去拿东西，没办法这样去拿东西，所以他固定这样的姿势久了。变化，他如果要去拿这个东西，他多多少少会生气嘛，他会抱怨或干嘛。所以小时候的我们是很自由，我们身体都是自由的，我们当然不会没有被锁死，想要多开就多开。对啊，所以我发现身体跟心灵是互相影响的。表演可以让我们回推，就是小时候过往，然后让那个小时候过往重新复燃。所以我才会说，我为什么会委屈，就是因为，我长那么大了，发现我真的一直在把自己。给自己很多条件限制，那我真的很想要回去那个小时候更自由的开心的我。对。好，那我们再聊了很多表演上跟心理上的东西，我们现在换个角度来了解真章。我们要做一个快问快答2选1，让你不能思考，要立刻给我答案。好，就全部过完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好，第一题是笑点低还是哭点低？哭点低吧。一个人独舞表演还是一个人的独唱演出？独唱，这是大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就只能选一个。没有设定喜欢。好，独舞。睡在矿石堆里还是睡在植物堆里？矿石。
妈宝还是爸宝？妈宝，有爱就开口说，还是有爱放心底？放心里。第一个你选笑点低、哭点低，你选的是哭点低，你多爱哭啊？我觉得我那个哭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哭，而是感受到那个我说的那个小时候的生命力的时候会哭。所以是一种开心的哭。算是一种那种，就是感觉现在是自由的哭。那你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最近一哭应该是跟着老师上课，上课的哭。跳舞的时候那种身体解放的时候哭吧，就是听着音乐，然后因为我们有一种应该是暖身方式，就是听着音乐，然后去跟着那音乐舞动，做自己。然后我做的那些肢体动作是不会有人评价我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很蛮自由的。对，因为其实蛮多人，像也许你 po 一个影片，就会有人说，因为我都有看留言，就你一个跳舞的影片，然后就有人说，很像长颈鹿在跳。我想说，这句话当事人看了会开心吗？但我觉得还没有到会让人伤心。我觉得我的粉丝的留言都还算蛮温和的。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情绪，只是说我们在读到我自己比较敏感，我在读这个留言的时候想说，我确定，假设是我看到是会开心，或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其实蛮多人在留言的时候，他没有思考，就是po 文者的感受，他只是想说自己当下想讲的话而已，就是把那个感觉就丢出去了。但还好不是恶意啊，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还行。你 OK？ 对。下一题就带到这个一个人的你选的是一个人的独舞表演吗？对，因为我对现在的声音还没有到一个自信，还没有玩到我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还没有让我感受到这么多的快乐。可是我看你唱的也是蛮不错的啊，那个《狮子王》的主题曲，那个真的是我跨出舒适圈的第一步。对，因为我还蛮有印象，就是我那时候要上台的时候，我想说我是怎么被骗进来的，我干嘛报这个？因为是同学推荐我进来这个地方，他也就是2个人会报名优惠嘛，好，我就陪你去了。然后我就，怎么会这么难？然后因为他是那种百老汇的老师，就是从美国飞来，就是教我们。然后他就是教我们怎么试镜，然后教我们怎么唱。然后因为我光连自信唱出来的音准什么都担心了，那我还要去管怎么用感情套用在里面的方式去呈现。你当初真的傻傻就去上这堂课？对啊，那我觉得老师也是很有爱，因为我觉得唱歌的形式这种东西的能量跟你的敏感度还有脆弱度，我觉得比表演还要来的放大很多。真的吗？对，虽然我知道唱歌很难，但是有来的放大很多。我觉得演戏好像对我也难度更高一点，因为他是演戏包含唱歌，所以我觉得他的涉猎又双重技巧。那来我们剧组拍摄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压力？还是还好？蛮大的。为什么？我以为我们剧组很轻松哎。没有，应该是说，因为基本上大家都认识，但是也就是也很久不见了。那很久不见都会觉得有点面面相觑这样。我觉得只能把该有的社交拿出来就是做看这样，然后快点让自己在就是拍戏前就放松。对。我现在才感受到你的压力，而且你一来、我当然不能讲，我还是要呈现自己专业的一面。你一来就是求婚的戏嘛，然后再就是那个要用虐人的那一段，哇，都是反差很大哎。对啊，所以真的是给我一个蛮大的挑战的。好玩吗？好玩啊！好玩就好。然后再来就是睡在矿石堆里还是睡在植物堆里？你选矿石堆，你也喜欢矿石啊？因为植物就要睡在土里，很像怪怪的。原来是这个忌讳。我只是想说，你比较喜欢矿石，是不是？我觉得取决于说干净程度的话，我当然会选矿石。但是如果今天你想得好仔细哦，没有任何的社会条件下，我当然会选睡在土里，因为土里还是比较接地。OK， 那种感觉。你超越了我对这题的想象。因为矿石我会喜欢，是因为它5颜6色嘛。然后你手上戴的是什么？白水晶，然后里面有就是白幽灵嘛。我其实一开始喜欢矿石是因为它就是漂亮，然后因为原矿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原来地球上是有这么多就天然的造景。那我觉得这种东西放在家里当摆饰，然后也是蛮舒服的。我是从这种地方切入的。你好大自然。谢谢。很神秘源头的感觉，就是喜欢漂亮的东西啦。OK， 突然又变肤浅，喜欢漂亮的东西。好，然后再来是妈宝还是爸宝？你选的是妈宝，跟妈妈比较有就是互动比较多一点。对，爸爸因为他们都是算是战后的小朋友，所以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比较少跟爸爸联络，然后联系，然后妈妈是比较
会拉下面子去跟他就是矫情，或者甚至在他面前哭。因为我看到你有写说，要拍哭戏的时候，最常调动妈妈永恒的爱。是因为那个就是一种，我觉得是刚出生的时候那种妈妈的那种无条件的给予，所以而且最接触的最全面嘛，因为是妈妈抱着。对啊，各种的身体接触，还有平常的那种呵护，让我觉得随时能抠背的东西，就是我妈妈的给我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可以运用出来。OK， 因为其实像我们今年做的这部戏，其实主题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后面。因为我前后你有给我丢一些前后的剧本。对，因为后面就是蛮在讨论，其实是在原生家庭里面没有得到母爱的这件事情，所以拥有母爱是很幸福的啊。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我长大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的家庭是相对来的幸福。对，很棒。那为什么你会有爱放心底？为什么不选择说出来？这应该也是原生家庭的关系吧。如果真的要再讲的话，从另外前面真的是从星盘就看得出来，我是一个怎样子的人。就是我东西很满，但是我常常就是在头脑这边就卡住了，而且是那种真的比别人还硬的人。所以我是那种理智线一断了我会爆炸的人。但我人生中也只爆过2、3次而已，蛮少的。对，是蛮少的。就是所以我是能硬就硬。能盯多久就盯多久，不自觉的会虐待自己的身心灵这样。那你上那么多身心灵的课程或者是表演课，你没有把这些东西再跟你打开吗？所以在表演过程中是有点像是透过戏剧治疗这种方式去跟自己工作。所以我觉得第1年我都是在做戏剧治疗啦，没有真正的完全练习到表演的东西。所以最近也在跟同学说要把这些东西再找回来一起练习这样。对，有没有可能哪一天可以在生活上对别人勇敢说爱这样子，大声说出来？哎，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也错过蛮多爱情的机会的。你为什么会害怕表白？你有去了解比较根本的原因吗？比如说像我就会觉得可能我开口，但是通常被拒绝的几率比较高，所以我就会可能久了我就不尝试这件事情。那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跟别人讨论过这件事情，但有些人会说出我爱你或是表白会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就是你代表说你要为这个人负责。那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喜欢就是慢慢的靠近，然后慢慢的就我们很像从自然而然，就是也不用去声明是什么关系，然后就变成在一起这样。对。甚至你哪天不爱我，或是你甚至你是自然而然的不见吗？就是我都很鼓励对方那你就去追你的爱。就是你现在又回来说你喜欢我，那如果我也喜欢你的话，我们再在一起。就是我希望我是比较这种弹性跟自由的方式去面对这样爱情，因为我觉得这样也比较不会给自己心理负担。那这样他离开你的时候需要跟你讲吗？还是他就自然而然的飞out就好？当然是要讲啊。如果就是有点像是你尊不尊重他，对，如果你够尊重的话，你会就是他做什么决定，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对，我是要告知，对，这是我的方向。我不知道我下一段恋情会不会是这样，但是我希望我未来是这样。好，今天非常谢谢珍珍来到我们的频道，那传播地频道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跟你合作。好，在一起合作，谢谢。谢谢。